然刚好结束在这里。确实，感觉和追漫画到高潮时突然得知作者休刊一样。你们应该感到庆幸，事实的留白至少不会剥夺你们涉入其中的勇气。也是，那好歹被称作另一种死法。不过虽然没看到过程，但咱至少知道了方法和结果。毕竟现实中的斯卡德叔后来还活得好好的嘛。只要照着灯姐的流程再来一遍，先进入瑟拉佩姆的意识，再在里面说服被连结的希纳迪亚、克拉丽还有赫利亚，这事儿不就结啦？是啊，刚好他和他的伙伴也可以一起结了。呸！再说不吉利的话，我就让决议念你的紧圈咒了。可惜，我赞成多尼戈尔的结论。以灯的性格而言，假如他认为唤醒瑟拉佩姆就是我们的目的，那么在这点尚未成真之前，比起四处搜寻，自然是守株待兔更加经济。因此，就算掌握了方法，我们恐怕也不得不再次面对灯的诘问和追剿。老实说，咱还是喜欢作为同伴的灯姐，可若是作为敌人，咱却是万万不想和他对上，因为他会是个强敌。哎呦，那可不止。一般来说，如果遇上战斗，大家通常会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发起攻击，对吧？但灯姐却不是这样。为了确保攻击的有效性，她可以说是不择手段，甚至以自己会受伤作为行动的前提。也正是这样的作战方式，让她格外重视身体的磨练，一拳驱碎除魔，一掌小脸破相。现在的灯姐就是这么厉害。既然这样，大家就做好两手准备吧。松雀和觉可以提前准备一下话术，寻梦者研究完材料，想必也有新收获。至于多尼戈尔，你就留在这里吧。你既是树的一员，之前也略具穿梭世界的能力，有你作为底牌，在必要的时候，我也能够加入战线，帮助各位。得了吧，你不就是个研究员吗？能有什么？得，神仙打架，我管那么宽做什么？我倒是觉得你未免过于轻看了树。不过，既然你们学院派有此自信，那么出发吧。凡事确实试试才知道结果。我怎么感觉你的嘴越来越毒了呀，决议？没有吧？一定是你的错觉。希娜他们还没有恢复意识的迹象。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努力。出发吧。很好，只要你们准备停当，我们即刻出发。灯姐，你在吗？没有回应呢。嘿，看样子他还是去了别处。太好了，太好了！之前我们还剩一盏灯没点燃。对，但是希娜他们当时陷入了被结合的状态，再加上灯姐不由分说的追逐，咱们没办法继续。不过现在可以放心收尾啦。以防万一，我还是多准备一个后门，虽然少了看门狗，但聊胜于无。好。这样就万事大。哼。寻梦者，快用火焰看看有没有能藏身的地方。火焰，引火上山。
二位要用火眼锁定下一个柱子的方位，在攻击减弱后迅速转移。为什么你能这么冷静啊，决怡？快动起来！灯姐这火力也忒猛了，真是一点情面都不留啊！所以，你早就在为逃跑做准备了。哼，咱可有眼力劲儿了，离最后一盏灯很近了。平心静气，戒骄戒躁，就会吸纳他们，我们才有的周旋。去，成了！你慢了一步，他们已经进入了瑟拉佩姆的意识。头好晕。谁？除了咱，还能有谁？真是的，你这一睡怎么喊都喊不醒，吓得咱还以为只有你深入了结合的腹地，咱却只能在这黑黢黢的地方苦等下去呢。所以，这里算是瑟拉佩姆的意识内部？倒不如说，这大约只是一种脆弱的幻象，一层因时间流逝而附着于意识表面的尘埃。你这么肯定？难道是找到了什么关键的证据？嗨，在你刚才站着睡着的时候，咱试了些自个儿对付影子的手段，但很显然，拳头都打在了棉花上，那是一点用都没有。或许也是因为决意不在这里吧。那试过破障灯了吗？它就在我身上。你也说了，它在你身上，在黑暗中对另一个人动手动脚，这种事咱才不会做呢。想不到你也有讲究的时候。不过既然这样，事不宜迟，我们还是赶紧先试试吧。3里雾，100年尘，灯生9枝，照破千丈。得。哎，怎么还是图书馆？我还以为我们说不定会面对一个不可名状的空间呢。你在想什么呀？大部分时间里，瑟拉都在图书馆里生活，恐怕这一点也反映到了她的能力上。这里的氛围虽然比咱想象中温馨不少，但那些像幽灵一样的东西实在太诡异了。啊，说不定他们就是被瑟拉结合的意识。不过这样说来，倒是暂时没有看到神似吸纳他们的存在。这位朋友，你刚刚的话，如果从相反的角度看，更加害人了呀。罢了，拿身形巨面吓你也没啥好处，咱们还是赶紧找人吧。我看看，比较像人的那位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好，远道而来的朋友，欢迎来到爱与之妻。爱与之妻？你们不是互助会吗？您说的是100年之前的称谓。所以你是？外面的人一般称呼我为引路人。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爱与之妻的疑问，都可以问我。哟，你还挺友善。外面的某位姐姐可是恨不得把咱们全都咔嚓了呢。大家都很友善，
也欢迎一切想要了解、加入爱与之气的人。那怎么偏偏是你成了引路人？轮流承担职责，这是大家在100年前就已经决定好的流程。毕竟，像我这样的新人，至少在外形上不至于让刚刚产生兴趣的访客害怕。所以说了这么多，能麻烦你带我们见一见希纳迪亚、赫利亚还有克拉丽吗？无论您是想和您的朋友一同留在这里，又或者只是为了带他们返回现实，都需要离开浅层意识，进入深层结合状态。那个有没有不进入深层结合状态就能立刻带走他们的办法呀？很抱歉，在大家决定的流程里，并不存在此类方法。如果您有所顾虑，准备先行离开，另做打算，我们绝不会阻拦。不过，请允许我提醒您，您考虑的时间越久，说服的难度也将越大。说服？因为大家都是自愿留下来的。松雀，咱觉得听建议也不能只听一家之言嘛。做决定之前，不如再向其他人打听打听。你好，远道而来的朋友，看上去你们仍在为是否投身深层结合而烦恼。2位与引路人的对谈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哦，一传十，十传百是吧？咱也没想到，除了和瑟拉佩姆一起对抗影子之外，你们还乐于与其他人分享闲谈和快乐。我明白了，原来您以为我们这些被结合的人都是蜂巢里那劳碌的蜜蜂啊。这的确是大多数访客都会产生的误解。既然如此，我想反问您一个问题，您觉得一对恋人之间是否存在着爱？没有爱也成不了恋人吧？是啊，我和……抱歉，我似乎忘了那个人的名字，但在过去，我确实拥有过一段美好的感情。因为爱，我们朝夕相伴；因为朝夕相伴，我们产生了爱。但在这里，爱不是原因，也并非结果，而是如空气、阳光一般无所不在，并且在深度与广度上都远胜于那个人所给予我的一切。他的醇香吸引着所有嗜甜的人，比如引路人，比如曾经的我，又比如你们的同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反而是蜂巢的结晶，是相互交融不分你我的蜂蜜呢。松雀，关于那个人刚刚说的话，你怎么看？松雀，你怎么了？没事。咱只是在思考，该怎么跟你捋清进入深层结合的风险。你应该也看出来了，用他们刚才的例子来说，瑟拉佩姆压根儿不是什么蜂后，而是蜂巢本身。要松解这张由蜜织就的巨网，我现在能想到的解法，只能是给出更甜的东西。但要想在这种一看就带有麻醉性的巢穴里做到这一点，不对，松雀，你应该比我更了解那位灯的性格。从结果来说，他当年无疑从结合中救出了斯卡德，但你真的认为他有能力向斯卡德给出更甜的东西吗？对呀，灯姐的行事风格肯定和我不一样。既然这样，那我就明白了。没事，交给我吧。
两位考虑清楚了吗？我的决定是，果然可以回来。接下来，你脸色好差，没事吧？没事，就是有点走神。刚才究竟是……所以，两位考虑清楚了吗？我的决定是，松雀。从游戏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一关并不需要2个人才能打通，倒不如说，你愿意陪我走到这里，我已经很感激了。所以接下来，我可以1个人。你误会了，咱好歹是7术之一，哪能这么不给你面子？唉，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一个人过马路是什么样的心情吗？在咱看来，那种时刻要担惊受怕的恐惧，绝不亚于踏上了一条悬荡在山崖之间的绳索。幸好，现在不一样了。陪咱过马路的人，还有你呢。谢谢你奇怪的比喻，松雀。嗨，会开奇怪的玩笑，也是咱的特色之一呢。既然这是两位想要的选择，那么请闭上眼睛，让思绪与我同行。只有这样，我才能将各位引至他们所在之书。书，那是我们自己的化身，代表着每一位被结合之人，也是终将随色拉佩姆大人共赴乐土的渡船。也就是说，这图书馆里的每一本书都是……咱还是不细想了。无论如何，出发吧。如二位所愿。来吧，去往更深的地方。
喂，咱们说好一起过马路，怎么你一个劲的往车队里钻啊？松雀，幸好你还能认出咱，再晚一点，咱怕是也要搭进去了。抱歉，是我一时疏忽。真是的，你没事就好。我无意打断两位，但此刻你们依旧在下沉。为了确保你们能在不同的树中穿行，请抓紧时间，切勿深陷一处。好。赫利亚，寻梦者，松雀，你们果然来了。哼，咱们就是不想看到你变成神志不清、只会哈哈大笑的鬼火，这才急匆匆赶来拉你一把。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我没关系，有什么想法你直说就好。好，怎么说呢？成为你们口中的鬼火，至少也要几十年后。这和人类渐渐衰老，不断忘却过去也没什么区别。况且，就算真到了那个阶段，成为一团不被衰老肉体而束缚的鬼火，也未必是件坏事。不会吧？他真有这种想法？赫利亚一定是被瑟拉佩姆的力量影响了，换做之前的他，绝不可能说出这种话。别露出这么担心的表情啊，这里真的很好，你们瞧。在这个幻想故事里，一切努力都可以化作具体的数字。身为冒险者，我能清晰地看见每一道灰坎，每一次远行为自己带来的变化。可如果是外面的世界，在质变来临之前，我从来都只能默默等待，既不知道变化何时发生，更不清楚自己与其他人的距离。更重要的是，这只是图书馆庞大馆藏的其中一本，因为与大家相连，我可以随时前往另一本书，而且也不会有人为我随意走进他人的生活而愤怒。在这里，我们不分彼此。但图书馆里的书总归会被看完呢。以这种尺度来说，你现在越是快乐，未来恐怕就越是虚无。那一天还要很久才会到来呢。难道你会为自己终将死亡而日日焦虑吗？那确实不会，毕竟即使是长生不老的生物，也总有一天会因为概率而死于意外吧。为什么突然这么说？不过我真正好奇的是，既然人横竖都是个死，那变强又有什么意义？等等，寻梦者，你怎么突然……就算你能成为世界最强又怎么样？两眼一闭，不照样啥都没有？更何况你现在生活在这么安全的地方，没有任何人需要你去保护，可你却还想当个冒险者，这岂不是太傻了吗？唉，地球人可真笨呢。寻梦者，难道你认为灯姐救斯卡德的方式是……对不起，你们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太久了，我要……好，那让咱赶紧用自己的法子也说两句。赫利亚，你不是说自己是外星人吗？可不是咱这穷乡僻壤里的土老帽吧？快回忆一下，你可是经验丰富的女神啊！不对，是 A 级。引路人，咱们说好的2句呢？我其实已经多给了您半句话的时间，还是说，为了说完那句话，您愿意付出留在其中的代价？好吧，咱不说了还不行吗？言归正传，我觉得克拉丽多半会在这里。可咱总觉得这里的氛围和欧夏差不了多少。既然如此，克拉丽为什么会被吸引呢？是啊，为什么呢？好久不见。可能也没隔多久。毕竟你们先前说过的每一句话，
都在这里不断回响，即便是此刻。很神奇，也有点吵。如果你嫌吵，那不如现在就跟我们走。还不行，这是我进入的第19本书，也是第19个人的意识。而在进入第1本和第14本书时，我观察到了一些奇怪的、形似影子的东西。我们在浅层意识里也有看到过他们。就我目前观察到的结果而言，他们不会分享自己，也不会接纳他人，表现出的特质与这里的其他意识完全不同，却依然被瑟拉佩姆接纳，甚至拥有穿行于各处幻境的自由。这样看，他们或许与瑟拉佩姆建立了某种很特别的联系。等等，难道你想……没错，我想利用他们，直接接触沉睡的瑟拉佩姆，并将其唤醒。当然，如果能顺便弄清这里的构造与成因，影子与根源物质的关系，书力量的来源就更好了。你的顺便未免太多了吧？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我会把握时间，在意识趋同之前找到答案。你们也没必要像对赫利亚那样对我使用激将法。这怎么办，徐梦者？刚才我们用过的办法都被他偷听完了。有了。这么说来，松雀，七术中最厉害的人，想必就是这位瑟拉佩姆了吧？啊？因为克拉丽说这里什么知识都有嘛，想必比你师父的那什么记忆与时光之匣强多了吧？嗨，原来我们的寻梦者是这么想的呀！果然是没什么见识的书呆子，简直是那个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啦！瑟拉诚然有这样一座了不起的图书馆，可要拿它和我师父的收藏比，那可真就不够看啦。你们要知道，虽同为七术，术与术之间亦有不同。之前见过咱和决疑的差距了没？瑟拉和咱师父之间的差距，那只会比这个更大。你在瑟拉体内拼命搜寻，那还真不如去摇醒咱师父，和他亲自聊上几分钟。作为七术的领导者，也是最强者，他老人家才是你最应该调查的对象。咱们之前看到灯姐深入这里救出了斯卡德吧？那要是换成他老人家，根本不需要自己动手，瑟拉就得乖乖把错吞的人给吐出来。所以赶紧把你手上的活停一停，现在灯姐不听咱解释，还是赶紧去办师傅这个救兵。我们怎么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但引路人不见了，其他意识体也……希娜，希娜，快醒醒！你们来找我啦？真是的，我们当然不会把你丢在这种地方。感觉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啊。我当时被吸进来的时候想，既然已经进来了，不如干脆找到这里的主人跟他聊聊，不然总感觉太亏了。没想到你们在外面担了这么多风险，赫利亚和克拉丽还受到了精神影响。倒也不是你的错。所以你找到他了吗？可能有，也可能没有。毕竟我越是在他的意识中深入，脑袋就越沉，再睁眼就看到了你们。顺着这个方向想，我们目前所处的图书馆说不定本身就是一本代表了瑟拉佩姆自己的书。
好像有点道理。不过，老实讲，咱有点好奇啊。赫利亚和克拉丽多少都受到了这里的影响，为什么希娜你貌似潜得最深，反而跟个没事人一样？也许我天赋异禀，不过感觉那也没有寻梦者厉害。他这不是可以进进出出，完全不受影响吗？而且我本来就很满意自己的生活，并不需要瑟拉佩姆小姐为我提供些什么。好吧，我没开玩笑啦，这里的人是很友善，待在这里也的确很快乐。但这份友善与快乐，我看不出他们来自哪里。他们就像无根的花草，虽然连成了一大片美丽的花园，却连一阵微风都经受不住。我想，这也是瑟拉佩姆以自己的意识将他们全部收纳起来的原因。他也许在以自己的方式保护这些灵魂。这倒也像是他会做的事。只可惜，咱前2次话都没说完就被引路人给拖走了。也不知道赫利亚和克拉丽究竟能不能凭自己摆脱结合的影响。这样说来，即使这一步很顺利，引路人是否真会如约放人，也是个未知数。原来寻梦者对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么不自信啊！既然这样，要和我打个赌吗？就赌大家都能成功离开，然后并肩作战。未能结合，正一破气。我们也使出看家本领。到你啦，色雀奶奶！灯姐，咱今日所为，你明日切莫放在心上啊！一鼓作气，出发！打不到，到此为止。糟糕，普通模式的攻击对他根本没有效果。这是什么奇怪的作弊能力？打靶时间，准备好上路。到此为止，在那别动。5、4、1，加足马力，撞过去。到此，呀吼，来吧！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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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果然醒了，瑟拉佩姆。灯姐姐，请不要再继续了，好吗？真想不到，你苏醒后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在替别人求情。灯姐姐，他们是远道而来的朋友，如果你再继续下去，一定会有人受伤。我不想看到大家露出痛苦的表情。我明白了。灯姐，哼。瑟拉妹妹，你可真是咱的及时雨。松雀姐姐，你为什么突然抱上来？抱歉，一时激动吗？能再次见到松雀姐姐和灯姐姐，我也很激动。嘿嘿，这里其实还有一位咱们的旧识哦。阿杰塔姐姐。虽然不想破坏气氛，
但我充其量只是阿杰塔的1/5。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是叫我绝比较合适。果然是这样吗？我明白了，绝。哼哼，老朋友见完啦，再给你好好介绍咱在廊丘认识的新朋友。毕竟你之前还不太清醒嘛。松雀姐姐，你明明没有我这样的力量，却还是可以让这么多人与你结合，真是了不起。在交友这方面，咱确实颇有门道。只不过你这描述的方式，算了，等你长大之后，自会明白各种道理。总之，比起那些，咱现在更想知道关于咱刚刚说的这欧夏目前面临的困境，瑟拉，你还有没有别的法子？松雀姐姐，睡觉的时候，我其实也在不停地思考，但无论如何，都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这里的大家并不认同。即使我已经为大家解去了离恶石像的诅咒。是指以后我们不会再看到离恶石像的幻觉了吗？这是结合之术的特长，如果你在外被石像诅咒，只要回到这里与它重新结合，就可以洗净自身，平安无事了。只是如果要保证永远如此，大家也必须永远和我结合在一起。这样看，咱们恐怕还是只能用老办法了。同意。你们想让七术再次集结，复现100年前分隔世界的伟业。哇，不愧是克拉烈，好聪明啊！不好意思，我好像搞错了。那件事很多年前就解决了，和大家的现状没有关系。只是这样看来，松雀姐姐，如果真的要将扩散至欧夏的影子再次收纳于廊丘，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到场。但没什么，大家确实要尽力唤醒其余的树才行。灯终究未能赶上吗？亦或是罢了，福祸相生，天命非易，就让我们直视彼此的命运吧。一鼓作气，出发！那个瑟拉佩姆，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当然，希娜姐姐。为什么你明明与许多人连接在一起，却并没有像你所收纳的意识一样快乐，反而有些孤独呢？希娜姐姐，这是你的感受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的问题。在我看来，只要顺着大家的意愿行动，大家就会因为愿望得到满足，感受到快乐与爱。同时，因为和大家始终连接在一起，我也会得到同样的东西。所以，引路人反复提及的流程，其实并非源自你个人的意愿，反而是众人的共识。听起来，寻梦者不太认同这样的方式呢。我不是聪明的孩子，只懂得用读书的方式和大家一起生活。蜜蜂结合起来会化生蜂群，沙粒结合起来会形成大地，
知识结合起来，也会更接近快乐，更接近真理，更接近爱。这还真是不得了的想法。总之，谢谢你的解答啦。不客气，希娜姐姐。能在外面的世界获得爱，大家应该比我幸福得多呢。希纳迪亚，保证完成任务。